糖尿病人能吃蘋果嗎？別再被網上的說法搞糊塗了。我有個朋友得了糖尿病，每次看到蘋果都糾結得不行。他跟我說，明明知道蘋果好，可就是不敢吃，怕血糖一下子飆上去。後來我發現，很多糖友都有這個顧慮。你去網上搜吧，更是看得人雲裡霧裡，有說蘋果升血糖的，也有說蘋果對血糖好的，搞得大家都不知道該信誰了。說來也有意思，芬蘭那邊做過一個大規模研究，跟蹤了1萬多人好些年，結果發現愛吃蘋果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反而少。這是咋回事呢？其實道理挺簡單，蘋果裡有種叫果膠的成分，這東西能幫忙降低壞膽固醇，還能讓碳水化合物吸收得慢一點，加上蘋果本身熱量不算高，還能幫着控制體重。而我們都知道，胖了可是特別容易得糖尿病的。不過話說回來，糖尿病人吃蘋果可不能瞎吃，得講究點方法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，到底怎麼吃蘋果才不會讓血糖出問題。蘋果會不會升血糖？這事沒那麼簡單，咱們得先把一個事實說清楚，蘋果肯定是會升血糖的，別指望吃了蘋果血糖還能降下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糖尿病人也不用把蘋果當成洪水猛獸。你想想看，同樣吃100克，吃蘋果和吃米飯對血糖的影響能一樣嗎？肯定不一樣。蘋果的升糖指數才36，米飯、饅頭那些可都在80以上呢。再說了，蘋果水分大，實打實的糖其實沒那麼多，所以對血糖的衝擊要小得多。還有個很多人關心的問題，到底啥時候吃蘋果比較好？前2年食品雜誌上有個研究專門測試了這個，他們讓人在吃飯前先吃個蘋果，然後監測血糖。結果挺讓人意外的，飯前吃蘋果本身對血糖影響不大，但接下來吃正餐的時候，血糖升的就沒那麼猛了。更神奇的是，那些本來就經常吃蘋果的人，飯後血糖升得更平穩，而且不容易餓。研究人員還發現，平時又愛運動又愛吃蘋果的人，他們餐後血糖升高的水平是最低的。為啥呢？因為蘋果跟主食一塊吃，會拖慢主食裡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血糖自然就不會蹭蹭往上竄了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試試，下次吃飯前半小時吃半個蘋果，然後測測餐後血糖，再跟不吃蘋果的時候比比，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。糖尿病人吃蘋果要注意啥呢？先說吃多少吧。如果你血糖控制的還行，一天吃個200克左右就夠了，也就是一個中等大小的蘋果，別一口氣全吃完，分2-3次吃比較好。雖說蘋果升糖慢，可你要一天吃好幾個，總量上去了，血糖還是扛不住。至於啥時候吃，其實挺靈活的，2頓飯之間吃最省心。比如上午10點或者下午3點加個餐。要是你愛運動，運動前後吃也成，或者像我剛才說的，飯前吃也行，跟正餐搭配着吃，效果更好。不過有一點要記住，吃了蘋果就要少吃點主食，不然一天下來熱量還是超了。怎麼吃這個問題也挺關鍵。蘋果最好就是洗乾淨了直接吃，別榨汁喝。為啥呢？你想啊，蘋果裡的糖本來好好待在細胞裡，吸收起來得有個過程。可你一榨汁，細胞全破了，糖一股腦都出來了，吸收速度那叫一個快。要是你還嫌果汁裡有渣，把纖維都過濾掉，那就更完了，剩下的基本就是糖水，喝了血糖肯定往上飆。要是你覺得蘋果太涼，腸胃受不了，你可以試試烤着吃、蒸着吃或者煮着吃。別擔心營養會流失，蘋果裡幫着控糖的膳食纖維特別耐造，加熱了也沒事。
反而呢，蘋果裡的糖加熱後還能變出點低聚糖來，這東西對血糖和腸道都不錯。對了，蘋果皮可別削掉，那裡面好東西多着呢，洗乾淨了連皮一起吃，營養更全面。要說品種的話，青蘋果酸一點，糖少一點，紅富是甜，可糖也多，所以青蘋果更適合糖尿病人。說到底，蘋果這東西對糖尿病人來說不是敵人，用對了方法，它還能幫上忙呢。只要你控制好量，選對時間，該怎麼吃就怎麼吃，完全可以放心享受，別因為得了糖尿病就啥都不敢吃，那日子過得也太憋屈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健康知識就分享到這兒。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點讚分享。感謝您的觀看和支持，咱們下期見。